为虎作伥、无恶不作大小汉奸以外，还有一类人，其作恶的程度更甚于汉奸，那就是追随日本军人或宪兵左右的人员，大概一个是翻译，一个是跑腿。在开战之前，议员多数是高丽人和台湾人，而跑腿的都是大陆人。这种人靠着主子的声势，狐假虎威，无恶不作，市民见到这类人真是惊惶不已。这些人都经营着一种副业，就是贩毒。当时闸北警局和租界警局见到这种人都视若无睹，即使加以逮捕，很快就会有日本军政当局保释出来，所以他们的作恶更是有恃无恐。自侵华战争一起，高丽人和台湾人已有供不应求之势，于是就由那些跑腿递升上去。这种跑腿知识程度极低，可是他们也会讲几句日本话。他们一旦得势，更是如虎添翼，可以随便指证一个中国人，给他套上一顶抗日分子的帽子，就可以大敲其竹杠。诸如此类压榨良民的事件层出不穷，所以对这种人，我是避得越远越好。我在绑票的惊惶事件过去之后，庆幸不曾受到牵累，小心翼翼度过沦陷时期的沉闷生活。不料，尽管你洁身自爱，还是有一件极重大的麻烦缠到我身上来。我那时的新诊所设在威海卫路2号，这个区域就称玛丽师。玛丽师本来是马夫聚集之区，此外有许多梨园中的武行都住在这一带，历来已有一种马夫集团的恶势力存在。从前上海滩的一些特殊人物都是这类角色，所以打架开片，只要马夫帮出场，便一呼百应。因为跑马厅的马夫宿舍就在我新诊所的对面，跑马厅边门的里面，所以这个地区即使是梨园中的武行，也很少有人敢在此惹事。等日本陆军接收跑马厅，所有军马都在跑马厅马房中饲养，于是这一批马夫拼命学日本话，讲得好的就会被升任为日本人的一员，或是负责查案的跑腿。就因为如此，为虎作伥的人又多了一批。他们住的宿舍一间间很小，日日夜夜有不少议员和跑腿进入马夫房，在里面推牌九、赌纸牌。日本人为了使还便利，明知之而不加禁止，但是一到晚上10时，便不准他们赌下去。这种情况本来与我毫不相干，坏就坏在我有一名汽车司机视赌如命。因为彼此对门邻居，他好几年来晚间总是和他们在一起鬼混或赌博，所以他入跑马厅是通行无阻的。这个司机自从和这班议员、跑腿们混在一起，他的性格也为之一变，总要玩到凌晨3、4点钟才回家，白天做事如同失魂鱼一般。有一天我劝他，他非但不接受我的好意，反而说出些很不中听的话。他说，我和这般人交往对你大有好处，因为那些人可以随便替你加上一顶帽子，那你就没有命了。如果我和他们相熟，他们是连一根汗毛都不会碰你的。他这几句话简直是有意恐吓我，要我对他屈服。果然不久，他便常常向我借钱，要是一次不借，他的面色立刻就变，完全是一派流氓气息，我真奈何他不得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在楼上休息，听见楼下人声鼎沸，走下去一看，大厅中竟聚着20、30个995武夫，排起桌子来，正在大赌特赌。这个司机还向我介绍一个人，他说这是日军翻译某某某。那翻译点了一下头，
说跑马厅晚间不许赌，所以借你的客厅一用。我明知司机引狼入室，以后的麻烦就多了，当时也只能无言而退。果然从此以后，我的客厅就成为他们的赌场了。好好的赌倒也罢了，有时他们还有许多赌博上的纠葛，大声吵闹，简直不把我放在眼中。我对这件事头痛得很，常常失眠，深恐情形恶化起来，那就不堪设想了。岂知事情竟然出乎我的意料。一天，在我门诊时间，新城区警局局长协同一个日本籍的副局长来看病，说他们对汉医汉方非常信服，所以特地来诊治。诊断之下，我认为他是因饮酒过多发生肝病，治疗过程最少要1个月，否则就会转变为黄疸病。那个副局长听了，认为我诊断很准确，我约他每隔2天来看一次，药剂由我的配药处包了送去。这个日本副局长连看了3次之后，又介绍一个日本人来看病。他说这是警察总局的最高当局，名字叫乌刀，他患的也是肝病，现已转为黄疸病。乌刀能说几句中国话，他看到我两目皆赤，便问我：陈医生，你自己做医生，怎么两目通红也不医一下？我就说，我两目红赤是因连夜失眠，由于跑马厅的下级人员夜夜在我家通宵赌博，令我不能入睡。乌刀说，这件事很容易办，不过警察局管不着，因为跑马厅的首长是隶属陆军部的，我时常见到他们的长官，只要轻轻松松的随便提一句，这般人侵犯民居，深宵赌博，一定会被严厉禁止的。果然，不到3天，这般人从此绝迹不来。我心想，乌刀的话生效了。我的司机白天也见到有几个日本人来看病，只是不知道是谁而已。这2个日本人来的时候都是坐着大汽车，随从的人不是军装便是便装，他也不知道这般人是何方神圣。这样一来，司机倒惊惶起来，对我的态度为之一变，而且向我提出辞职。我正中下怀，表面上还加以挽留，但是他却苦苦哀求我多给他2个月薪水，因为他赌到债台高筑，我就照他的意思多给了2个月薪水，把他遣散了。实际上，我对这件事情惊吓已经受够了，夜夜失眠，这般迅速解决，大有如释重负之感。